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2号。昨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呢发得很迟，那么今天的节目同样是这样。为什么发得迟？我相信大家都理解了，是因为呢，郭文贵派出他的大量的蚂蚁呢，包围我家的门口，在我的家门口呢，大声的吵闹围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自然很影响我制作节目的进度。而且呢，一旦他们来围堵的时候呢，他们会主动的拍很多视频、拍很多照片呢，传在他们的什么多媒体，传在他们的那些群里面。那么很快在网络上面有报道以后呢，就有相当的朋友呢就会关注我。那么就是说熟悉我的朋友就马上就会来打电话来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很多朋友都问要不要帮忙什么之类的，所以说我电话特别多。那么包括呢，有的时候呢，媒体也会打电话来询问这件事，因为有的媒体，好几家英文媒体现在都在采写这方面的文章，所以我又要接电话，又要报警，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发过来的信息呢，我要及时的处理，因此呢，就很影响我制作节目的进度。所以说呢，每次碰到这个时候呢，这个节目呢都有所影响，往往呢就录了一半就录不下去了。所以说节目推出晚了以后，请大家原谅。那么对于这些蚂蚁们不断的包围，包括很多蚂蚁在网络上对我的造谣呢，我历来都是嗤之以鼻，不理睬他们，因为你理睬不过来，太多的蚂蚁了，这些人造谣什么谣言都有，因此对这些谣言呢，我是一概不理的。但是澳洲呢有一个叫 ABC 推强论的一个操福建口音的一个蚂蚁，一个烂仔，他呢在网上呢就一段时间以来，他在网上所发的所有视频都是攻击我的，他是以我做他的视频里面为主要的这个标的，主要的目的。他发的所有节目，基本上他节目里面的标题都一定会有吴建民3个字，因为呢，他是通过我来争取流量，来换取引起别人的注意。他所有的节目，基本上长期以来，他从做节目第一开始，一直到今天，他所有的节目都是围绕着我，不断的辱骂我、造谣，然后呢，什么污蔑、什么没有底线的事他都去干。但是因为这种蚂蚁呢，像这种混流量的，或者是这种造谣无底线的人呢，我呢是从来不看的。随便这种节目他怎么去造谣，让他由他去，他造的那些谣言他喜欢造，没有底线，他触犯法律他自己负责任。但是这个人没有底线在什么地方呢？在10天前，就是这个澳洲的这个蚂蚁叫 ABC 的这个人啊，这个人他呢发布了一个视频，说是我本人呢被人枪杀了。哎呀，我的妈呀！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啊！我这穿着睡衣，在我这边家附近这个公园这边，这个早上清晨那边散步，然后呢，收到了一个不是太好的一个消息哈，怎么说吧？虽然说吧，我平时间老骂这个吴建民这个老贼吧，但是我刚刚收到了一个战友给的一个消息，说今天早上的时候，应该是昨天。因为现在我们这边澳洲是早上吧，就是昨天那个郭文贵的手下一个叫王文根的，上次呢也就是这个去跑到那个马柳子家里去打马柳子那个啊，大家应该都记得了。今天早上呢跑到了这个吴建民他的家里面呢，把他给枪杀了啊。那么我不知道我这期发出来会不会黄标啊？那么我也马上先发出来吧，我就先临时做一期了。我这现在在晨跑。在晨练，对吧？这个怎么说吧？我平时间呢老骂吴建民，是吧？但是呢，这被枪击了这个事情确实不太好了。吴建民的话嘛，我对他来说的话，虽然说非常讨厌这个人，这个老贼，我老喷他，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被枪杀的话，我也觉得吧，一个确实不太好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视频它发布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大量的朋友呢都会发私信啊，甚至我的朋友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就打电话来求证吴建民现在是不是健康的活着啊。那么一个熟悉我的朋友通过电话就联络到我，还有一些关心我的朋友，他们虽然没有我的直接联系方法，但是看我每天在出节目，所以别人也把这个谣言没当回事。问题是这个 ABC 相当的无耻，他无耻在什么地方？他把他制作的这期视频，就是造谣污蔑，说是我被别人枪击枪杀的这个视频，他把它传播到墙内，他不断的在墙内各种媒体、墙内的各个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广泛传播。那么这传播就传播到我的家人耳朵里面了。我家人看到这个信息以后非常的紧张啊。而恰好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跟美国是有时差的，也就是我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显然是关机的嘛，也就是中国大陆打过来任何电话我也接不到的。
因此家里面人看很多个小时跟我都联系不上，基本上可以讲叫精神崩溃了，而且是亲友之间互相传啊。那么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痛心，觉得你建明你干嘛？在中国你说你反共，共产党打击你，你到了美国反共，还有人打击你，而且能传出这样的消息，那么家里面人这个担心，毫无疑问来讲，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都会有这种心情的。因此，当我的家里面人最终跟我联系上，他们舒了一口气，知道我是健康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担心和忧虑。在这种情况下，对澳洲出现的这个 ABC 推强论的这个流氓，这个蚂蚁，我就希望澳洲的朋友能帮我的忙。在澳洲支持我的朋友很多，我觉得你们如果支持我，你们能帮我做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给我找到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真实信息，他个人的名字，他的地址，也就是说我要起诉他，他作为被告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这个人的真实姓名、真实信息。我有了他真实信息以后，然后拿着他造谣这个视频，我会在澳洲聘请律师告他个倾家荡产。听口音，这个人是福建人。那么视频呢，他是挂在网上，现在他删没删除我不清楚，删除也没用，我早就下载，早就做了备份。也就是澳洲的朋友，大家能帮我找出这个人，知道这个人的真实信息以后，造谣是有代价的，做蚂蚁是有代价的。你义无反顾跟着郭文贵作恶，帮助共产党作恶，你就要付出代价。如果你本人在澳洲没有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讲，只要你被我控上法庭，你100%获得不了身份。如果你有身份，在澳洲有房产有资产，那么这些资产将会得到法庭的执行。如果你是一个穷困潦倒的蚂蚁，在社会上鬼混，那么从此以后没有人带你混。所以说，对这个流氓蚂蚁呢，我决心通过法律，通过澳洲的法制，对这个人进行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好，关于蚂蚁的问题呢，我就谈到这，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我看到了福克斯新闻记者叫亚当·霍斯利，他从联邦调查局获得的信息显示，实际上从去年12月份以来，也就是亨特·拜登的这台手提笔记本电脑交到 FBI 以来，联邦调查局呢实际上是一直在调查的。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中，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呢非常奇怪，他本人完全掌握亨特·拜登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所爆出的所有关键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他没有上报给国会，也没有上报给白宫。他为什么要隐瞒？这是我们现在所关心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因为亨特·拜登的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所涉及的很多邮件，都跟俄罗斯、跟乌克兰、跟中共有大量的腐败事实存在。这些腐败事实的存在，对当时川普总统被弹劾的时候，被民主党以通俄门的方式在弹劾川普总统的时候，如果是白宫能够拿到亨特·拜登这些电子邮件的话，是可以作为川普总统反正的非常有力的证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炮弹，克里斯托弗·雷已经握在手上，他就是不上交给白宫？所以克里斯托弗·雷他今天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轮大选之前，是现在刚刚通过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暴露出了亨特·拜登手提笔记本电脑的这个邮件门。那么朱利安尼如果不把这个信息发给《纽约邮报》，那么公众如何在大选前了解呢？而且对拜登家族如此的腐败状态，那么公众不了解，显然他们投票就会继续投票支持拜登。而拜登这么腐败的一个领导人，他如果担任了美国总统，你觉得会把美国卖到何方去呢？因为跟中共的勾结就已经看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出卖了很多嘛。福克斯新闻昨天还获得了一份独家的邮件电邮，这个邮件的电邮是拜登的兄弟，不是拜登的儿子，是拜登的兄弟。他本人在华兴能源合作这个项目中，把现任这个副总统竞选人贺锦丽和民主党的一些知名大佬全部列在合伙人名单里面。那么主要的合伙人除了包括贺锦丽之外，还有民主党少数党的领袖苏默，以及民主党知名的那个参议员叫范因斯坦，包括纽约州州长，包括纽约市市长白思豪，这些人通通都是拜登兄弟所列出的这个邮件在跟中国华兴能源合作的所有的合伙人之一。那么这份邮件不是来自于亨特·拜登的电子邮件的，而是出自于拜登兄弟他所发布的电子邮件。也就你可以看出民主党大佬他们的这个腐败啊，完全是蛇鼠一窝。就是民主党大佬里面，从参议员到少数党的领袖，到国会议长 Nancy Pelosi， 到前任的总统克林顿、奥巴马，包括前任的国务卿希拉里，他们家家有份啊。所以说民主党的腐败是会葬送美国的。川普周二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批评了亨特利用父亲的职权谋私利，还说拜登其实也从儿子的交易中分得一杯羹。近日泄露的亨特电子邮件里面提到，中国华信公司和亨特有一份协议，规定在一个项目中，亨特持有20%的股份，另有一位大佬享有10%的股份，由亨特代持。
福克斯得到的消息说，这个大佬就是拜登本人。川普在采访中表示，司法部长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任命某人来调查，这是严重的腐败，我们必须在大选前搞清楚。在川普总统表态之前，美国众议院12位共和党议员已经联名致信司法部长巴尔，敦促他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调查拜登家族，尤其要特别调查2点：一、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否接受过外国资金；二、拜登是否允许自己的儿子以能见到副总统父亲为条件，从外国政府或企业那里牟利。截至目前，司法部长巴尔还没有做出回应。另外，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和金融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了一份87页的报告，对拜登家族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提出诸多疑问，但主流媒体对这些疑问都避而不谈。Mainstream media is simply not looking at. They're suppressing the information, which is a scandal in and of itself. 到如此关键的时候，美国执法的调查部门就是联邦调查局，还帮助隐瞒掩盖，那么最终伤害的都是美国人民，也就是美国人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仍然会选举这些腐败的领导人担任国家领导人，而这些人担任国家领导人，毫无疑问他们在出卖美国。现在美国之所以发生那么多美国价值观被扭曲的事情，都是因为什么？美国病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的破坏，美国现在可以讲在生着一场大病，也就是美国近几十年来被中共的渗透，被中共的意识形态的破坏，已经导致美国价值观的扭曲，而且美国很多民主党人他们在腐败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比起中共那些高官的腐败丝毫不差。根据美国教育部部长贝奇德沃斯他本人的一个报告，他宣布美国12家顶尖院校，这个顶尖院校包括美国知名的常春藤院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大学未申报的外国赞助的资金达到65亿美元。这个65亿美元都是来自外国对这些高校的赞助，而外国主要指的是中国，尤其这个里面有相当的资金来自于华为。那么你想想，华为也好，中共政府也好，中共操纵的各种华人团队、华人群体，然后向美国这些顶尖高校注入大量的资金，而这些学校拿的这些资金不向美国财政部申报，不向美国教育部申报，那这些资金进入这个学校以后，是一个巨大的腐败的漏洞啊！这种腐败面前，也就是变成了美国的高校的堕落嘛。所以说，你经常看到哈佛大学也好，耶鲁大学也好，包括斯坦福大学也好，他们都出具很多跟中国友好的报告，希望制止那些反对中国政策的美国的那些高层的政治领袖们，同时积极要推进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互相勾结。那么勾结的结果，也就是这些人他们获得中共更多的资金。因此，美国的这个腐败是全方位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政治领袖。美国的顶尖高校，无论是他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还是这些顶尖高校他们自身的校方管理人、学校的校长啊，还有学校的教授啊，他们通通跟中共沆瀣一气。所以说，美国完全是价值观的扭曲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尽管你科技很进步，你也培养出大量的尖端的科技人才，你也制造了世界上最领先的科技产品，但是科技再领先，你架得住中共的渗透，架得住中共的盗窃吗？我在网上看到，美国五角大楼军方的运输司令部宣布，美国军方和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就是 SpaceX 公司啊，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合作协议，专门开发太空货物运输系统。这个运输系统按照五角大楼他宣告的就是说，这是自人类有了飞机运输以来重大的一次飞行改革。这个飞行改革是什么呢？是过去美军，不光是美军，全世界的航空器都是这样，就是美军已经是最领先的了。美军在过去近100年里面，最快的空运技术，每小时的飞行速度也不过是6000英尺，最高的这个飞行高度也不过是4万英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军事基地往阿富汗运输的话，大致是有7600英里。按照美国现在的运输能力，哪怕美国最先进的 C-19环球霸王3的运输机，它运输的时间也要15个小时。但是如果使用跟马斯克合作的太空货运火箭的话，这个距离只需要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也就是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公司已经非常先进，因为这个公司花了好多年时间，他们最终研发了可以回收的火箭以及海上降落的平台，这个就为太空运输呢提供了技术保证。所以现在呢，美国军方跟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合作呢，就可以呢实现美国的这个太空运输可以大大的缩短运输的时间，而且提高运输的效率。这是美军重大的一个太空运输的突破。那么这种突破毫无疑问从技术上来讲是跨时代的，是非常大的一次技术革命。
但是你美军武器再先进，你也架不住中共的病毒战啊，也架不住中共红色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渗透啊。你武器先进有什么用啊？你再先进，你武器也是靠人来操作的，而你的人，中共用病毒把你放倒啊。而你整个国家里面从上到下所有人的意识形态，中共用红色思维渗透以后，破坏了你们的意识形态，最终你们都追求的是左派思维，追求的都是黑命贵，追求的是破坏美国的价值观。那么最终美国的沦丧是首先从道德沦丧，从整个美国整体的价值沦丧上开始。这种道德价值观的沦丧以后，最终你美国再先进都是为中共服务的。你说高科技公司，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现在被中共已经渗透到什么地步呢？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调查，就是美国3大社交媒体，也就是谷歌公司的油管，包括 Facebook 公司，包括推特公司，他们这3大公司里面负责监控屏蔽的人，基本上都是持有 H1B 的中国人。那什么叫 H1B 啊？ H1B 是美国特殊的一个工作签证，也就是美国规定美国的企业必须雇佣的外国的有特殊贡献的专业人才。那么这部分人大部分都是中共派到美国来学习各种技术的留美的这些留学生，然后他们通过 H1B 签证签到以后在美国工作。这个工作签证是非移民签证，是一批呢就是3年，3年以后还可以延期再一次，可以再延3年，也就是总共有6年的工作时间。那么到了6年以后，如果你的身份不能调整的话，你就必须回国了。那么在这6年期间，你显然是要被美国的公司雇佣。那么美国公司雇佣你是要给你很高的薪水，按照川普总统现在发布的政策，就是雇佣一个 H1B 的外国的一个就业，是要这个人必须具备绝对的专业水平，也就是他的年薪不能低于15万美金。那么作为一个老板，你愿意花那么高的代价，15万美元雇佣一个外国人，而不愿意雇佣一个比他薪资低得多的一个美国本地人，那么你就是要付出这个代价，这个成本，你成本支付的高吗？这个人确实是你需要吗？现在可以讲 Facebook 公司、推特公司和谷歌的油管公司，所有负责监控屏蔽的这些负责掌控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持 H1B 的中国人。那么我们就不奇怪了，为什么李飞飞能成为推特的董事？为什么像李飞飞这样的人，在美国的3大社交媒体公司里面，他们可以掌控的对别人言论自由进行封杀，可以封帖3号，可以把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完全屏蔽的功能？这就说明什么？美国现在已经被中共完全渗透了。这种渗透的结果，也就是美国的病越来越重。美国的病不仅仅是美国的倒退，美国生病，而是全世界的退化，是欧洲首先在退化，是白左思维在欧洲，在白人主体，在白人的自由价值观里面首先的退化。这种道德沦丧才导致了美国今天病情如此严重。欧洲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刚刚爆发出一个历史老师在课堂里面，他讲课的时候，因为涉及到了穆斯林的穆罕默德以后，然后居然就被一个学生把他砍了头。那么砍了头以后，整个法国朝野非常的震惊。现在法国发起了一个纪念这个历史老师的这个运动。大家如果还记得几年前，好像是2015年，当时法国有一个查理周刊，这个查理周刊就是因为他在他自己发表的文章里面涉及到了这个穆斯林宗教的这个议题以后，然后最终这个查理周刊有12个人就被极端分子全部枪杀了。当时枪杀以后，这个法国不也是举国震惊啊？但是震惊的结果怎么样呢？这个白左思维一点没有消除掉啊！默克尔引进了大量的对欧洲文化造成冲击的各种邪教，马克龙积极配合。那么今天法国出现这个结果，你觉得很意外吗？那么无论是德国也好，法国也好，欧洲的整体蜕变就自然会影响到了美国。美国现在这个白左思维，它已经导致了很多正常思维已经完全扭曲蜕变了。这个把警察局取消，让所有的警察下岗，把罪犯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你觉得这还是正常的法治国家吗？哪一个国家会不要警察？哪一个国家会解散警察局？哪一个国家会释放监狱里面的罪犯，让他们到社会上去打砸抢烧？而且这个当朝的民主党的大佬们纷纷顶礼膜拜，把一个罪行累累的，又是吸毒又是使用假币，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暴力犯罪的这个黑人弗洛伊德，把他的死亡比肩为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让这个弗洛伊德这个罪犯睡在金色的棺材里面。这在美国发生，你觉得这不是道德沦丧？这是你可以肆意的问题吗？所以说，这个道德的沦丧绝不仅仅是美国，是全球的退化。梵蒂冈的教皇他在最近发表的一个演说里面说，是他不但是承认同性恋行为，而且他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宗教几千年来文化的亵渎。你作为一个教皇，如果你支持同性恋，可以讲同性恋每一个同性恋者
他们有追求自己同性恋的权利。但是把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话，它是对一夫一妻、人类维护家庭的基本因素的颠覆。尤其是宗教作为教皇，他本人能够产生这样的言论，那完全就是一种道德的沦丧，是对上帝的亵渎。而且这个教皇现在不但是给黑人下跪、吻黑人的脚，最重要是跟中共的勾兑嘛。梵蒂冈跟中共在2018年就签订了关于对中国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他这个续期到今年在本周四就期满了。那么在本周四期满的这个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好，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好，都对梵蒂冈的教皇要求他们终止跟中国续签这个协议。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他就已经在星期四宣布，中国和梵蒂冈决定续签这个协议，再次延期。那么梵蒂冈之所以能做出跟中共续期，也就是认同中共在中国大陆内对所有的宗教是按照共产党的专制来管理的。所有的主教实际上是共产党任命的哇，共产党任命完了以后，让你梵蒂冈来追认啊，也就是梵蒂冈完全屈服于中国对宗教的打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境内所有的主教、所有的宗教肆意的毁灭和篡改，而梵蒂冈助长了这个气焰。从教皇本人的堕落，教皇能够发表同性恋婚姻他支持，而且教皇经常作秀，给黑人下跪，吻黑人的脚。你从教皇方济各他种种的倒行逆施，你就可以看出，今天教皇的腐败、教皇的堕落，就是整体世界文明的堕落。教皇本人就是这么去做的嘛。可以讲，梵蒂冈罗马教廷他们那种不堪入目的性侵男童案、性侵女童案，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也就是这些所谓带着上帝传教的这些教父、这些神父和这些教皇们，他们本人当面作秀，他们又是吻黑人的脚，又是给黑人下跪，又是支持同性恋婚姻，但是背后他们干到无数的肮脏的勾当，他们性侵的无数的男童女童。就这样的教皇，就这样的方济各，他就代表着世界整体的堕落。所以说，教廷的堕落是代表着欧洲文化的整体的陷落。而欧洲这个文化的陷落，就导致了美国白种的抬头，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的挑战。这种挑战如果现在还不能够回归，在本次大选中，如果川普总统这种维护美国传统保守价值观的这个保守派最终不能够战胜这种白种的思维，那么美国就不是病的问题，是美国制度完全被颠覆的问题。因为现在促成美国制度颠覆的这个思潮，除了白种他们自身发挥着巨大的内应作用的之外，就是中共不断的渗透，中共的不断的红色思维对美国的这个整体颠覆。所以说，美国在内外因变化的情况下，美国陷落的非常快。因此，今天晚上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场辩论，在美国的东部时间今天晚上9点，在田纳西州贝尔蒙特大学举行。那么这场辩论原定的议题是外交议题。只是呢，总统竞选委员会呢，他们修改议题呢，他们不愿意川普总统和拜登去辩护外交议题。他知道外交议题拜登是短板嘛，因为外交议题不可避免的要谈中国，要谈俄国嘛，要谈以色列，要谈中东嘛。在这方面来讲，川普总统可以讲有满意的答卷，而拜登是绝对不愿意谈中国，因为拜登要跟中共勾兑嘛。拜登跟中共之间大量的腐败现在不断的浮出水面，拜登呢怎么敢去面对他自己跟中共的腐败呢？ Joe Biden.As you've been reading for the last 4 weeks, although it's hard to find because they shut it down,
You've learned how corrupt the press is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saying for 4 years. I've known it, I've said it, but I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believed it. You see how corrupt they are whe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all of these other, they don't even write about a man who is a totally corrupt politician. He's a corrupt politician. In addition, he let communist China plunder your jobs while his family raked in million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nations. Think of it. 他敢否认吗？所有的邮件，所有他儿子里面这个电邮门里面泄露出来的，跟俄罗斯的、跟乌克兰的、跟中国的所有的这些勾兑、这些利益腐败，他一个都不敢否认啊，因为这些都是事实存在。他现在只敢抹黑人家、爆料人朱利安尼，说朱利安尼是俄罗斯的间谍，他们现在就不断去抹黑朱利安尼，但是他们不敢面对朱利安尼爆出来的所有对他们有直接打击的这些料，是不是真材实料？FBI 都告诉你是完全正确的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拜登他想回避外交议题。我相信川普总统在今天晚上的大选辩论里面，一定是能够打败拜登和那个主持人的。这个主持人是民主党的坚决的拥护者，是一个极端的左派分子，是坚决反对川普，并且多次羞辱过川普的这个主持人。但是川普，我觉得今天已经是成竹在胸，因为本轮大选还剩这么十几天，在这十几天里面，不光是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他们本人要经受美国人民的选举，最终选出美国下一任的总统和副总统。同时，美国众议院有435个席位的所有的众议员也全部换届，也就是现任众议员你是否能得到人民的选举，能否获得众议员的席位，也在本轮大选中同时揭晓。那么参议院的100个席位里面有35个席位即将换届，也就是参议院100个席位里面，其中有35个参议员，他们需要经受的选民对他们的重新选择，是否他们可能获得连任，或者他们被别人替代掉。这就是参议院有35%它的这个换届率。同时呢，美国有13个重要州的州长的职位也在本轮大选中进行换届。因此，本轮大选它不光是总统、副总统，是众议院全部换届，100%换届，参议院35%的换届，以及美国有13个州的州长，他们也经历了他们的人民对他们重新的选举。这一次大选就决定了美国的方向。如果是川普总统胜，美国保守党胜，美国就会矫正他的价值观被扭曲的那一部分，同时遏制民主党的腐败。因为大家已经看到，民主党的高层是集体沦丧，他不是1个2个人，不是拜登，不是奥巴马，不是克林顿，是包括 Nancy， 包括少数党领袖苏默，包括民主党那些知名的参议员，他们通通是蛇处一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遏制民主党的腐败，不遏制民主党跟中共、跟乌克兰、跟所有全世界其他腐败国家的勾兑的话，那么美国的价值观被扭曲的同时，美国的制度就遭到了崩溃。美国制度崩溃的结果，也就是我们所有这种从中国大陆专制国家逃出来，逃到美国追求民主、追求自由、追求美国自由价值观的人，就会再一次失望。那么美国如果堕落了，你觉得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够保证呢？所以说，美国的胜利就是全球的胜利，美国赢就是世界赢，就是共产党输，就是所有爱好正义、和平、追求光明的人，我们最终赢得了光明。所以投川普总统一票，让美国再次伟大，是今天所有美国选民你们神圣的选择。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